注意看，无耻的韩国选手全亚律竟然在和我们的功夫熊猫敖日格勒扳手腕中突然搞偷袭，连续打击敖日格勒头部。事后，这家伙还得意洋洋、大言不惭地挑衅功夫熊猫说，连给他提鞋都不配，这不是明摆着找事吗？不过，咱们的功夫熊猫啥场面没见过，直接冷笑一声，表示不跟傻瓜计较。这话一出，全亚律那小子气得不轻，当场就下了战书，是要与功夫熊猫在擂台上定胜负。到了比赛那天，组织方为了保护全亚律那脆弱的脑袋，特意给他准备了防护头套。结果，这家伙硬是不要，完全对自己几斤几两心里没个数，意料之中的一上场就被熊猫的拳风给压制了，完全就是个落水狗。全亚律那小子挨了揍后还不服气，硬是嘴硬说要再挑战，真是不自量力的家伙。紧接着，韩国队的副队长金载勋也跳了出来，想要为队伍找回点面子。这家伙一上来就横行霸道，称重时还吹嘘自己有黑社会背景，想要吓唬人。发布会上一激动，直接动手，搞得现场一片混乱。金载勋不但蔑视中国功夫，公然挑衅功夫熊猫，真是嚣张到家了。这番行径彻底激怒了功夫熊猫，他决定要给这个嚣张的家伙上一课，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格斗王者。他说他是黑社会的，还是日本山口组，不服试试呗。春风吹战鼓擂，这场大战即将拉开帷幕，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看功夫熊猫如何用行动来回击这群狂妄的韩国棒子。比赛刚响哨，韩国棒子就急吼吼地冲上来，想先发制人，可惜没用。功夫熊猫一记重拳直接把他蹬翻在地，然后就是一顿狂轰滥炸，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韩国选手一看不妙，赶紧想撤，结果被熊猫逼到笼角，继续接受暴击雨。功夫熊猫那是真的火大，裁判差点没拽住他。场上一片混乱，韩国教练团也忍不住冲上来。想要揍回来，场面一度失控。那韩国选手此刻已经成了擂台装饰品，躺那儿一动不动，之前的嚣张了，全成笑话了。赛后的采访更是精彩，那韩国选手边哭边喊他大哥出马报仇。他的大哥明贤万在发布会上直接向功夫熊猫下战书，看样子是家族荣誉都搭上了。中国的功夫熊猫敖日格勒欺负小弟不是真本事，你有本事敢与我对战吗？我将用真正的韩国武术精神将你打败，让你永远不敢踏入我们大韩帝国半步。你敢接招吗？咱们就拭目以待，看这场家族恩怨怎么收场。不过说真的，单论这场比赛，韩国选手那点水平真是有点菜啊。敖日格勒还以为这个韩国棒子的大哥是个具有武术精神的选手，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家伙的手段更是肮脏，并且还无比歹毒。比赛才刚开场，韩国棒子故意犯规，竟然狠狠一脚踢向敖日格勒的要害，一下子把功夫熊猫击倒在地上。这家伙还特得意地抖了抖肩膀，显然这不是失手，而是有预谋的。韩国棒子就这么冷眼旁观，看着敖日格勒在地上挣扎，随便他怎么掩饰都能感觉出他身体散发出的那种邪恶。此刻现场的韩国观众居然还起哄，掌声笑声一片。这就是所谓的韩国武术精神，这就是他们的文化素养。面对这样的恶劣行径，居然还沾沾自喜。各位屏幕前的观众，你们对这场比赛有什么看法？是希望我们的功夫熊猫伤愈后回去复仇，还是应该远离这些龌龊的决斗场？我们评论区见，一起来聊聊。下次视频更新时，我们再继续带来更多精彩内容。注意看，一个拳台上的爱情悲喜剧正在上演。拳王们通常怕的是被 KO， 但咱们主角这位小伙子可不是一般人，他遭遇了事业与爱情的双低谷，堪称年度韩剧悲剧榜前10。这事儿得追溯到2017年冬，韩国的拳坛新星信康浩，那时候28，正年轻的冒泡呢，对上了来自美国的拳手克里斯巴内特。这场戏的高潮在赛前就上演了。信小哥在对视环节突然转身搞大新闻，甩出一束花来，当场向举牌女神林慧下了一个浪漫的战书，意思就是我拳打天下无敌手，拿下比赛，咱俩就好好谈个恋爱咋样？对面的克里斯巴内特笑得跟中了彩票似的，表面给信小哥说兄弟放心我会帮你的，实则心里已经起了歹心，准备来个双丰收。林慧那边一看这小伙子这么上心，娇羞一笑，回应了一记小拳拳。他不是一般人哦，那是车模圈的大红人。这一幕就把场子炒热了。路德 FC 的拳手们虽说不算世界巅峰，但搞事能力一流，举牌女郎们也是，不论真假都能吸足眼球。这场比赛各种戏码都有，
看热闹的观众们肯定是乐开了花。比赛当晚，抱抱熊巴内特上场了。别看他身板油光满满，那身手灵活得很，上来就是一套棒打鸳鸯开场秀，动作连贯，看得林慧脸都笑开花了，还抛了个媚眼。咱这个缺心眼的小伙信康昊，虽然斗志昂扬，但这场面看着就有点人比人气死人了。不多说，接下来的故事你懂的，关键还有个最大的反转，你一定要看到最后。接下来我们一起看这场决定爱情的比赛。比赛开始，信康昊就像是吃了兴奋剂一样，犀利刺拳和扫踢轮番上阵。这哥们儿为了女神真是豁出去了，往前不顾一切的冲呀冲，仿佛在说女神你今晚就跟我回家吧。但巴内特看那势头，心想小子你今天出手出定了，立马回手就是一波扫踢组合拳，打得信康昊是节节后退。巴内特这家伙拳来的又猛又准，简直就像锁定了信康昊，每一下拳头都在说哥们你眼光不错。信康昊的防守面对巴内特的拳风崩了又崩，巴内特越战越勇，来了几下旋风踢，那腿法飙得让全场都跟着嗨了起来。第一回合就这么结束了，信康昊那是明显感觉自己这传说翻就翻。转头一看，举牌女神林慧也是眉头一皱，那担心的小模样，大概是在想我那未来的拳王老公可别就这么沦为前男友啊。第二回合开始，巴内特这是一股不讲道义的劲儿啊，攻势比第一回合还猛，那架势简直就是我只想赢，信康昊找不找得到老婆关我啥事儿。巴内特的拳法牛的一批，那犀利扫踢直接把信康昊打成了当年最佳苦主号。信康昊这是明显节奏乱了，只能试图贴身肉搏，想的是咱俩就近距离交流交流感情，看巴内特能否成全他们。结果呀，就像是给巴内特送了个免费拥抱券，收效那是个劲。来到第二回合的下半场，巴内特一个转身后蹬腿，足足把信康昊的胃给踢没了。信康昊捂着肚子，那表情痛得连他妈都认不出来。就在这时，转头一瞅，原来焦急的举牌女郎林慧这时笑开了花，如释重负的感觉。网友一阵嘲笑，原来姑娘是怕信康昊赢了，还得花功夫甩掉他。果然女人心海底针，一般人看不懂。慢镜头一看，这脚踢得规规矩矩，巴内特赢得清清楚楚，以 TKO 的方式拿下了胜利。更戏剧的是，赛后林慧和巴内特拍个合影，开心的像找到了爱情一样。巴内特也一个劲的在那里展示他的技能，博取林慧的开心，只留信康昊在一旁像个弃子，那叫一个凌乱啊！这才叫一个情何以堪。信康昊这是真的心灵受创，在多年以后再次登场，这次他又从兜里掏出了一束鲜花，但这次不是送给美女，而是送给了对手。不知道心里打的什么主意，屏幕前的小伙伴们知道不？一起探讨探讨。那青山依旧在，绿水长流，下回继续分解精彩比赛，咱不见不散。